欢迎大家来到我的中文自学频道，我是阿慧。感谢你们在众多优秀的频道中选择和我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你学了很久的中文，认识很多汉字，听播客、看视频，也大概能听懂，但是你就是不会说，或者不敢说？你是不是也问过自己，为什么我学了这么久，就是说不出来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我想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，为什么你学了很久还是不会说中文？原因一，害怕说错。我觉得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害怕。你害怕说错。很多人其实不是不会说，而是不敢说。你是不是也这样？这让我想起我刚学外语的时候，书上的单词我都认识，但是老师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时，我的天，我的心跳得非常快，我脑子里有很多想法，但是嘴巴就是不听话。我怕我的发音不对，怕我的句子不对，怕同学们笑我。这种感觉我们叫心理障碍，好像有一堵墙挡住了你的嘴。我想告诉你一句话，这句话也改变了我。我的老师对我说，语言是用来交流的，不是用来考试的。你说错了，没关系，我能听懂你的意思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句话说得太对了。比如你想说，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，但是你很紧张，你说成了，我昨天看一个电影。这个语法是错的，对吗？但是你的朋友一定能听懂，他会马上问你，哦，什么电影？好看吗？所以，朋友们，请不要害怕，说错了真的没关系，勇敢地张开你的嘴，这是学习说中文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原因二，只输入不输出。第二个原因就是你可能只输入不输出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输入就是学习，比如你看书、认汉字、听播客，这些知识都进入了你的大脑。但是语言学习不光要有输入，还必须要有输出。输出就是你使用语言，比如你写汉字，或者更重要的，你说中文。我给你打一个比方，学说中文就像学游泳一样。你想，如果一个人想学游泳，他看了很多书、很多视频，他知道了所有的理论，然后你把他带到游泳池，让他跳下去，你觉得他会游泳吗？他肯定不会，他会沉下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从来没有下过水呀。看书和自己真的去做是两回事，学中文也是一样的。你听懂了，看懂了，这就像看完了游泳的书，但如果你从来不张开嘴巴去说，你的嘴巴、你的舌头就学不会怎么发出中文的声音，你的身体就没有说中文这个习惯。所以请你检查一下你的学习方法，你是不是每天只看不说，只听不说？你需要的是马上下水，马上开始练习说。原因三，太追求完美。第三个原因就是你太追求完美了。你是不是常常这样？当你想说一句话的时候，你的脑子里会想很多问题。这个词用的对不对？我的4个声调都对吗？中国人会这么说吗？你想来想去，最后你放弃了，不说了。你每走一步都在想，
我的脚应该放在哪里？结果你反而不会走路了。我想给你一个建议，请记住，先完成再完美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要总想着说一个100分的句子，你说一个60分的句子就可以了，能让对方听懂，你就成功了。比如，你想说一句很难的话，我今天下午和朋友去咖啡馆喝了一杯拿铁，但是你忘了咖啡馆和拿铁怎么说。这时候你不要放弃，你可以说一个60分的句子。今天我朋友喝咖啡。这个句子语法不对，很简单，但是我能听懂吗？当然能，你就完成了交流，这就够了。所以朋友们，不要让完美成为你的敌人，先说出来，最重要。好了，我们分析了3个原因，现在我给你一些实际的、简单的办法。第一个办法，自言自语，自己跟自己说话。如果你没有中国朋友，没有中文环境，这都不是问题。你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可以看着窗外说：早上好，今天天气很好。你吃早饭的时候，可以说：这是一个面包，我喜欢吃面包。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这样做你不会害怕，因为没有别人听。而且这可以帮助你的大脑和嘴巴建立一个连接。第一个办法，找一个语言伙伴。现在网络很方便，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想学习你的母语的中国人。你们可以约好每周聊天30分钟，15分钟说中文，15分钟说你的母语，这样对2个人都有帮助。第3个办法，走出去，去和真实世界的人说话，哪怕只是去水果店，笑着对老板说：阿姨你好，然后指着苹果问：这个多少钱一斤？这就是一次真实的成功的交流。这种小的成功会给你很大的信心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今天我们聊了为什么你不会说中文的3个原因。第一，害怕说错。第二，只输入不输出，就像那个看书学游泳的人。第三，太追求完美。请记住，语言是用来交流的，请不要害怕，先完成你的句子，然后勇敢地输出。那么现在轮到你们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有什么练习口语的好办法吗？或者为了练习说中文，你说的第1句中文是什么？请在下面的评论区给我留言吧，我非常期待看到你的分享。谢谢大家跟我一起练听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记得订阅频道，一起和我学习中文吧。